门主，这是属下近来搜集的情报，请您过目。可有关于救治南君的消息？门主，关于救治火狐仙子和他后人的事情，我们一直在查，可是没有线索。我想，或许……你想说什么？属下的意思是，世间根本就没有能够化解渡劫所受之伤的办法。依我看，神王所说的也未必都是真的。如果上天真的如此无情的话，我会让整个三界为他陪葬。门主莫急，水也是担心门主，才这样说的。神王不是再三承诺，确有秘法可以救醒南君。三界虽大，但只要这秘法和后人存在，必定能被我们找到。哼，神王说的话可不能全信。门主的意思是怀疑神王？若非是因为南君我们早已离开，我也不会为神王效力了。如今为了救治南君，我才不得不受制于人，听从神王的命令。不提也罢。对了，季农现在正在外面候着。啊，需要属下叫他进来吗？先不必了，你转告他，让他走吧。无间门不需要他。门主，我们费尽心思，不就是为了让季农加入无间门吗？正所谓欲擒故纵，我只是想看看他到底是否忠心。门主有令，让你速速离开。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与门主有过一面之缘，是在论道馆，是他让我来的。他一定是忘记了。麻烦你再去帮我转告一次。我们只是传达门主的命令，你也不要为难我们。何况门主不想见你，你要是强行闯入，只怕你的小命不保。赶紧走吧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还不赶紧走！你这是做什么？麻烦你去转告门主，我入无间门有决心，我会让他看到我的诚意的。我就是个看门的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门主要是来了，不巧，我已经来了。门主，的确，我请你来过无间门，你想都没想就拒绝我了。可如今却跪在我无间门，你走。门主，怪我当时狂妄无知，又被传言所迷惑，请门主接纳我，否则我就在此长跪不起，直到您答应为止。你看起来倒是一片真心，那我送你一份礼物吧。来人！你要是现在后悔的话，还来得及。
好了，你若是坚持不住了，没人拦你。你这是何苦呢？自己找罪受。你要再不起来，就要成废人了。藏经阁即日起停止对外开放，任何弟子不得入内，否则会遭公规严惩。师尊，你为什么要封锁藏经阁？这是学宫内部的事儿，不便向你们弟子透露。师尊，那你封锁了藏经阁，我跟纪宁哥住哪儿啊？这你们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帮你们找好了住处。随我来吧。哦。哇！这么大！大师兄，我们以后真的就住这儿了吗？早知道你这么聒噪，我就不让你住我隔壁了。这个是你出的钱吗？不然呢？这个费用啊，对我来说虽然不多，可对你来说还真不少。木头，你准备怎么样来报答大师兄啊？我给大师兄知道好多的傀儡，他们可以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扫卫生，做什么都可以。傀儡干活有什么诚意啊？我反倒觉得，如果是你亲自来做，那才能彰显诚意。我什么都没说，我说话了吗？不愿意是吧？咱们学宫后山还有很多山空着，这样吧，我看你还是趁早去占个窝，跟那些小妖兽们好好交流一下。大师兄，你说的那些我全都照做。好，赶紧去看看你的新窝吧。大师兄，啊，谢谢你啊。小事一桩。我刚好有些事想找你好好聊一聊。什么事？余威的性格我最清楚，他既然已经决定的事情，就不会改变。别让他太为难。师兄，现在是他为难我啊！其实我真的搞不清楚，他到底怎么想的。他有苦衷。如果真的有苦衷，那我就更应该要知道，我要陪他一起去面对，而不是完全置之不理。你们两个果然都是一个性子。我和他的事情，我自己会处理，你不用担心。就这样吧，反正这个事情我也管不了了。对了，纪宁，你可认识西岳郡主？谁？没什么。
对了，藏经阁为什么突然间封锁了？对此事，我也是一知半解。据说是有人闯进了藏经阁禁区，此事被师尊们得知后，决定彻查此事，所以才将藏经阁封锁了。要不然你们哪能住上这么好的弟子房啊？那藏经阁不是一直都开放给所有弟子的吗？原来还有禁区啊！对啊，我也没有听说过藏经阁还有禁区啊。以前是如此的，但今非昔比。这三界的未来可不容乐观呐！一切都是因为神王封印的异动，才封印部分区域。什么区域？好像是20多年前的历史区域。20多年前？我喝过诸多地方的原叶酿，果然还是郡主这里的最香啊。这是其他氏族孝敬我外公的，当然纯正。非也，非也。这原叶酿虽香，但还是比不上郡主香啊。佳肴当前，美人相伴，人生快事，莫不过如此。邋遢，你若再言语轻浮，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不喝了？我邋遢虽然好这个原叶酿，却也知道无功不受禄。你今天找我来，又有什么事情要交代？说吧。我听说季宁和余威最近闹了别扭，你可知是为什么？他人之事，我如何得知啊？你和余威从小在学宫里长大，二人虽貌似不合，但我知道，余威此生最信任之人，除了辩才道人，便是你。若你不知，还有谁人会知道呢？松开！邋遢道人，你真的是越来越没有分寸了。若我将此事告知外公，你以为轻薄郡主之名，黑白学宫能护得了你？哦，那你不妨去说。只是这季宁一事，你不要用纪宁威胁我，就算不找你，我也一样可以打探得到。我很久以前就想问你了，你为什么总是打探季宁的事情？这与你无关。我已经厌烦了听你打听其他男人的事情。西月郡主，如果你还想知道季宁的事，你自己去问吧。我知道你不想见到我，可我这次来不是为了私事，我是对藏经阁被封锁一事
有点疑惑，所以想来找你谈谈。学宫的历史记录里记录着赤冥界域的一切大事。你与我想的一样，之前被列为禁区的部分，就是你我氏族被灭门的部分。当学宫得知神王回归以后，就把灭族的事情隐藏了起来，那就说明神王和当年灭族的事情肯定有关系。也许我们也只是猜测而已，并没有真凭实据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想看看界域的记事本。可是藏经阁已经被封锁，你怎么进去？有一个人一定可以帮到我。大师兄，你来找我是为了藏经阁一事吧？果然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啊。回去吧，别的也就算了，这件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。大师兄，我真的很想知道真相。纪宁，真相不是问题的答案，而是问题的开端。以你目前的能力，得知真相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负担和危险。你若真的想知道一切，回去好好修炼，日后自有承担一切的能力。可是大师兄，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你如果执意，我必不拦你。但你最好想清楚冲动行事的后果。门主果然没有看错人，兄弟，门主让你进殿一见。参见门主。不必跪拜我，我无间门从无跪拜之礼。在下不明白，人生来不分高低贵贱，只有后天的强弱之分。我东岐一统无间门1000年，从来都不是以凡夫俗子的东西牵制于人，去束缚属下。何况我无间门向来只有英雄和强者，你又何须向我跪拜讨好？门主一番话，令我醍醐灌顶。看来我技能终于找到了可以大施拳脚之处。大施拳脚？你首先要证明你的实力。那现在就当做入无间门的考核吧。
给我杀了这3只灵雀！门主，你给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。你这是为何？杀3只灵雀何难之有？莫说我一修道之人，即使凡夫俗子，也可以很轻易就做得到。我斗胆猜测，门主定是要试探我能否明辨善恶。杀生自然是恶。哼，不错。季农，仅有修为是不够的，要有超凡的悟性。从此以后，无间门就是你的家。谢门主，谢门主，谢谢你，谢谢门主，谢谢。本门的门规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效忠门主，绝不可以有二心。你能做到吗？啊，是门主。门主放心。银学问剑，季宁，你们2人把我昨天教授的剑法再演练一遍。是。哎，等，今天哥教你演练剑法。今天哥，哼，季宁，既来你用心不专，不仅耽误自身，更影响学堂风气。这套剑法，你给我练上1000遍，我练完不得休息。1000遍？1000遍？哼，1000遍？是。这样练下去，我得把人累死呀！不行，我要找长青师尊说理去。九莲，你别冲动，我觉得他这样挺好的。什么？仗义心肠怎么了？季宁哥被罚，你还说风凉话？你是不知道，季宁哥这几天还在为了唐金阁禁区的事情而烦恼，每天茶不思饭不想的。与其让他那样，还不如让他练剑呢。季农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房间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无间门的人了。若是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就随时来找我和童左使。愣着干嘛？
进来啊，季兄。啊，这里虽说是寒碜了些，可是也能遮风挡雨。若是有什么需要的，记得告诉我们一声。不用了，晚上能有个地方休息睡觉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歹你现在也是无间门的人了，以后若是你愿意乖乖听话，好好守规矩，保你荣华富贵，享用不尽。我这个人呢，从来不奢求什么荣华富贵，不过规矩，我有自己的规矩。童云，我们先走吧，让季农在这好好休息。季兄啊，无论你以前在什么地方守不守规矩，其实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在这无间门，我和水翼的话，便是规矩。你不用太在意，他这人性格比较冲动，你好好休息吧。我好担心，季宁哥一出事，我的心就揪着。哎呀，九莲，你就别担心了，季宁哥不会有事的。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你看他都瘦成那个样子了，我……最近他是瘦了好多。季宁哥，哎，季宁哥，不疼，你回来了。九莲给你采了好多的草药，能够帮你缓解疲劳。季宁哥，这是我专门采给你的。谢谢你啊，九莲。不过以后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休息一会儿就可以缓过来了。出了一身的汗，你们继续聊，我去洗把脸。季宁哥，你看他那样子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帮他。九莲，你可别冲动啊！我们大家最害怕的就是你冲动做傻事了。哎，九莲，既然担心他，又何须这样忍着，让你们彼此都痛苦呢？我可从来都是随性的人，我理解不了你。我想此刻他最想见到的人也是你。你最好还是去看看他吧。算了吧。看一眼，又不是山崩地裂，你还是去吧。师兄别劝我了。难道这卷宗还有其他人看过？除了门主，就只有左右二使有权利查阅。好，那你下去吧。是。
门主，季农，你进无间门也有些时日了，你告诉我，现在无间门在你眼中是什么地方？无间门以贩卖天下情报为主，因此在各地设了论道馆、青楼与茶馆。无间门的人化身成无数的身份潜在民间，为的就是收集情报。可世人都说我们无间门是无恶不作之地，可是无间门从来不滥杀无辜，杀的都是该杀的人，只可惜世人目光短浅，容易听信谣言，危言耸听，久而久之，无间门就被世人误会了，惧怕了，也被正道唾弃。很好，来人，把这里面的事情给我查清楚。门主，你这是在怀疑铜左使跟水右使？我问你，我们无间门的门规第1条是什么？禁止内部私斗。好，那你下去查清楚，不管查到什么，都如实汇报。是，门主。守住大门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是。师尊，月谷，找为师何事啊？启禀师尊，弟子今日练习了一套未曾试过的功法，但修行之后略感身体不适，还请师尊帮忙查看一下。你这个孩子，好，随为师到修炼室去。是。那你怎么会有长青师尊的令牌呢？长翅膀飞来的。偷的？你刚刚是去偷令牌了？早知道我打死也不能让你去啊！我拿来。你要干嘛？拿去还给长青师尊啊！给我。那我不就白偷了？盗取令牌，按照学宫的规矩，是要被逐出宫门的。不就是逐出宫门吗？为了你，当山活海我都不怕，才不稀罕一个黑白学宫的学籍呢。秋莲，其实你真的没有必要为我做这些事情。纪宁哥，我做的这些都是我自愿的，你不用有压力。你喜欢谁我不管，我只知道我喜欢你就够了。可是九莲，别啰啰嗦嗦的了。
金宁哥，我的眼里没有对错，只有你想做和不想做的事。可是九莲，论道馆现在极其萧条，要想想办法才是。季农，季农，你在干什么啊？虽说你现在是无间门的人，可谁给你的权利让你查我的账务？哎，你别生气，是门主让我来这边了解一下账目的情况嘛。既然是门主的指令，你干嘛要偷偷摸摸的？我只是不想麻烦你们。我和水一在这论道馆经营多年了，没有人敢参与进来，为何门主突然派你来啊？啊！既然门主把账簿交予你，那就是信任你，我也信任你。可是你不要让我们失望啊！是谁？还不出来！快给我出来！大大金营竟敢私闯禁区！自从学宫建立以来，还从未出现过此类恶性事件。弟子竟然私闯藏经阁，你知道里面藏了多少古老典籍和珍贵的年鉴吗？如果这些东西有所缺毁，你担待得起吗？纪宁，我问你，你为何要这样做？各位师尊，我是潜入了藏经阁，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真的是场意外，并非弟子所为。凭你的本事，的确破不了藏经阁的结界，你又使了什么诡计？是我私自盗取了长青师尊的令牌，所以才可以进入藏经阁。非也非也，令牌丢失当日，你刚刚练剑千遍，连走动都很困难，更不用说到我房内盗取令牌了。
说，到底是谁帮你盗取的？此事全是我一人所为，请师尊责罚。为了纪宁，你就忍着吧，算我求你，好不好？千万别冲动。殿才师兄，这个纪宁可是你的亲传弟子，我若罚他，你恐怕又要包庇护短了吧？此事纪宁的确有错，长青师弟又是受害者，处罚他理所应当。不过师弟啊，看在纪宁初犯的份上，可不可以从轻处置啊？哼，果然你又在包庇他了。既然你这么说，我也不便为难纪宁了。这样吧，就罚他面壁10日。我的心里住着一座城，你是城里的那一扇门，我们牵着脚注定的绳，穿过一眼又一瞬红尘，手上握着万千山河，也不及你一抹红唇。你的笑让星辰都触动，你锁眉把大地都惊动。我不想做什么英雄，只愿把魂绕在你手指中。我们总在为了争夺一次又一次错过，我们总是为了承诺一再被命运糊弄，凝视挂在天上的彩虹，抓不住却瞬间溜走，只愿为你，只能为你再来过。我们总在为了挣脱一次又一次错过，我们总是为了承诺一再被命运糊弄，明是挂在天上的彩虹，抓不住却瞬间溜走，只愿为你，只能为你再来过。哼，果然你又在包庇他了。既然你这么说，我也不便为难纪宁了。这样吧，就罚他面壁10日。殿才师兄，你以为如何呀？哈，犯错自当受罚，这已是长青师弟宅心仁厚了。好，罚纪宁面壁10日，无水无食，伐朝宫规，不得休息，直到面壁结束为止。
无水无食，你这是要季宁的命啊！长青师尊，万万不可呀！长青，刚夸你宅心仁厚，怎么说变就变？哼！师尊，我身为大师兄，没有看好季宁，也有过错。如果您要罚他，就一并罚我吧。大师兄，你何必啊？邋遢，别以为你身为明霄长公的亲传弟子，就妄图保护所有人。季宁是殿才师兄的亲传弟子，师兄都没说什么，你就不必节外生枝了。你什么你？师尊，季宁犯错，弟子深感痛心，也是我这个同门师姐看守失职，请将我们二人一同责罚。余卫，这件事情跟你无关，不罚弟子南正公归。师尊，余卫，既然你请求一同受罚，就与季宁一起关禁闭吧。来人，将此二人押去禁地。师尊，是。不是，这无水无食，那不死人也废掉了呀。那能怎么办？现在殿才师尊都没有办法。对了，九莲，关键是等他们出来以后，一定会很虚弱的。你看能不能给他们准备点上好的药材？对，你说的没错。看来我要回趟东岩市了。回东岩市？父亲，不行，就是不行。父亲，他们真的都是我的至交好友。再说了，不就是一点九转神丹吗？你又不是没有，你就拿出来一点给我嘛。莲儿啊，你之前吃的亏还少吗？总说是至交好友，至交好友，结果呢，人家都是在利用你。有谁真正把你当过朋友？可这回真的不一样，季宁哥他从来没有拿我当东岩市的公主看待过，他也不像别人那样围着我团团转，相反，跟他在一起，我还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呢。你说的就是祭师部落那个小子季宁对吧？你不会是喜欢他吧？父亲，我告诉你莲儿，不行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不知道，我们东岩市是以医药传家，法术并不高，因此很多部族对我们一直虎视眈眈。我希望能与大的部族联姻，以保护我们东岩市。你怎么可以喜欢上那种小部族的人呢？父亲，在你眼里，
我就是个联姻的工具吗？我知道你不愿意，可是人在这个世上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随了你的心愿。你身为东岩氏的公主，自小到大养尊处优，你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东岩氏族的人给的，你不能只为自己着想啊！可是，这也不能拿我的终身幸福来换取吧？这叫什么话？你怎么知道为父为你选的人，你不会喜欢上呢？我心里只有纪宁哥，除了他，我谁都不要。来人！干嘛？啊！放开我！将他软禁在房中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不许离开房门半步。父亲，你不能软禁我，我还要回学宫学艺呢。都怪我将你宠坏了，才使你如此忤逆。学宫那边我会向你的师父告假。你给我好好待在家里，收收心，别再想着纪宁那个小子。你为什么这么傻呢？他们明明是要罚我一个人，你非要跟着进来，何苦呢？这是。你还不是啊？师尊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你放下此事，可你还是闯入藏经阁，偷偷调查当年的旧案。我是尉迟氏唯一的后人，我不可以让尉迟氏那么多的性命白白的牺牲。我必须要追查当年事情的真相，这是我作为男人必须要做的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想努力练功，提升修为，想有一天亲手为我的族人报仇。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在灭族的背后，也许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。师尊越是隐瞒，就越说明这件事情背后牵扯到的人和事，肯定更为复杂。我知道师尊是想要保护我们，但是我怎么可以为了自己的安危而让这件事情不了了之呢？所以，我就算违反更多的学宫的规矩，我也会继续追查下去的。不过说起来，你是我认识这么多人里违反过宫规最多的人了。不过，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，有些原则是必须要打破的。嚯！如果师尊听到你这么说，他肯定要给我再加一个罪名，就是把学宫里面最听话的弟子都给带坏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可能是刚刚在藏经阁被那个结界伤到了。怎么还受伤了？你转过去，我给你输点真气。转过去啊！你还关心我，就代表你心里面还有我，是吧？我的心意之前已经跟你说明白了，这次帮你只是职责所在，你不要误会了。我误会了。就算你不接受我，那至少还是可以跟我结为盟友，继续追查当年灭族案件的真相吧。门主，
你让季农调查我们，你这是不信任我们。水翼，你知道我当初招季农是为了什么吗？你曾经说过，是因为种子。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，最重要的是他为人难能可贵，是我无间门缺席的人才，我是真的很看好他。既然门主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以后就全力以赴扶持季农好了。我知道，一直以来你都是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可是你不能保证无间门所有的人都像你一样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怀疑童宇？这论道馆最初是我无间门收集情报的地方，可是这20年来，童宇假借收集情报为由，私藏了无数元液酿。你知道，私藏修炼功法的元液酿到底是何居心？不用我说，你也该清楚吧？门主，季农，我交给你查的事情进展如何？但说无妨。经过证实，童佐使确实私藏了数万斤的元液酿，存在他房间的法器里面。不可能！水幼时要是觉得不可能，可以自己去他房间看看。季农，你做得很好，下去吧。是。门主，童宇为无间门效力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请门主息怒。私藏元液酿，我也不会严重责罚。可是你跟他一起共事这么久，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吗？属下知错。大师兄，我们能去看季宁吗？奇了怪了，长青师尊和季宁有什么深仇大恨，非得要逼死他们？你还想去看季宁，那是做梦。那我问琼华师尊要的丹药，可曾送进去了？已经7日了，无水无食的抄写公规，铁大的身子也受不了啊！长青师尊欺人太甚，要不我们联合起来，去找他们抗议？还想抗议？折损了长青师尊的面子，季宁他们更得遭罪。那我们也不能这么坐以待毙呀！坐下。坐下。你们都先冷静下来。这件事情绝非表面那么简单。那大师兄，你是在怀疑什么吗？长青师尊看管藏经阁数十载，从未有丢失或者被盗的情况发生。九莲又是个马马虎虎的性子，怎么可能如此轻易的就偷走了令牌呢？难道说长青师尊故意让九莲得手？大师兄，你这有点异想天开了吧？那他们究竟为何如此呢？说你是木头还没冤枉你，你们是晚辈不知道。长青师尊和殿才师尊是有过恩怨的。当年长青师尊想做3大掌事之首，别看他道行修为，通通比不过殿才师尊，野心倒是大的可怕。
后来殿才师尊不负众望，成为掌事之首。长青师尊表面上虽是处处礼让，心里却记着仇呢。原来还有这么一段渊源。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对啊，如果去理论，就犯了大忌。这件事情只能指望殿才师尊出马了。怎么了？啊？没事，不用担心。先别想了，先休息会儿。别想了，别想。我，于薇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累了，休息一会儿就好。于薇，于薇。黄渤，哎，臭小子，哎，来的正好，来来来，我正好一个人喝酒闷得慌，陪我喝酒。哎，我一个人喝酒闷得慌，来陪我一块儿喝点。我没心情喝酒，等你救人呢。啊？救人？救谁呀？什么情况？快说说。我跟于薇被关禁闭了，已经断水断食5天了。哎，他为了救我，损耗了很多真气，快撑不住了。快想想办法救救他，快点！哎呀，你这个孩子，耳朵眼儿让泥巴堵住了。我上次是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让你离他远点，你不听话？我知道你不想让我跟他在一起，他已经拒绝我了，是我自己不甘心而已。你快点救救他，求求你了，快点！古话说的真是没错呀。英雄难过美人关。算了，其实我知道，现在我说什么，你都听不进去。去吧。谢谢。等等。怎么了？臭小子，我知道我这个糟老头的话你听不进去。但爱情这玩意儿，我也不是没经历过。有些人的感情啊，注定会让你一败涂地。你要是执意和于薇在一起，就只会是这个结果。童宇，此袁夜酿一事，我就暂不和你计较。如果下次还犯这种事，休怪我不讲情面。属下知错。季农，门主，自你加入无间门以来，世事勤勉，皆有分寸。从今日起，特提升为从使，直接受命于铜佐使和水右使。谢门主。恭喜季从使。
冯左使，水右使，请留步。我想谢谢二位。今日承蒙门主垂青提拔在下，回想这一切的善缘之源头是二位大人。当日收留在下，一定是二位大人在门主面前替我说尽好话，极力推荐。在下愚钝，在无间门也是初来乍到，还请二位大人多多指教。岂敢啊，继兄！你现在可是门主面前的红人，又受到门主的器重，怕是以后我和水一要仰仗你，在门主面前替我们多多美言呢。童左使，季兄心思醇厚，你可别打趣他。无妨无妨，在下告辞。你这个人呐，何时能改改你藏不住心思的毛病？太过张狂可不是好事。水一啊，这个技农假仁假义的模样，我早就看穿了。门主对他如此器重，假以时日，岂不是要取代你我？一定要想办法制约他才是。事已至此，又能如何？更何况门主器重他，你若是与他作对，岂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？哼，总得让他知道知道，这无间门除了门主之外，是谁的天下。关于藏经阁之事，弟子心有疑问。果然还是被你察觉了。事关季宁和余威的清白，弟子我绝不能袖手旁观。这不算什么严重的，最严重的是藏经阁爆炸。请师尊明示。既然你已察觉，我也就不再瞒你了。藏经阁被封之后，我曾潜入其中，探查潜入者的线索。我在现场发现了一些微小的痕迹，如果再给我1天的时间，我就可以根据这些痕迹查出潜入者的身份。可就在这时，季宁闯入藏经阁，引发了爆炸，致使现场所有的痕迹全部被毁。如今线索已断，很难再查到潜入者的真实身份了。原来如此。何止是这样，这几天我们调查，除了黑白学宫之外，大大小小数十个部落，只要是存放典籍的地方，全部都被盗窃了。这盗贼的胆子还真是够大的，竟然还敢谋划一场爆炸，毁灭证据和线索。如此看来，只怕是学宫中有着盗贼的内应。这倒未必。我与长青师弟多年前因长事一事有过矛盾，这些年来他一直耿耿于怀。如今借令牌之事让季宁吃些苦头，也是为了当年的旧怨，与整个阴谋无关。殿才师兄说的不错，这种大是大非的判断上还是要谨慎。何况长青不过是有些固执，不近人情，还不至于不辨黑白善恶。明白了。那2位师尊觉得，这起阴谋是哪个组织策划的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同时入侵多个氏族的防护结界，这样的组织，恐怕只有一个呀。无间门。水右使。
门主当真器重你啊，连此等文书都交给你来批阅了。啊，其实也不算什么批阅，学习学习罢了。啊，坐吧。不必了。我无间门的祭祀大典就要到了，需得到一件上古生物来祭祀。今年的圣物是烛龙之眼。这烛龙之眼能量巨大，在赤冥界域内也是数一数二的圣品。只可惜现在落到其他氏族的手中。你此次的任务就是将此物盗回，以助大典的顺利进行。只要能助大典顺利进行，在下义不容辞。何处能盗得这烛龙之眼？此物现归东岩氏，在火圣道人的手中。东岩氏可是赤冥界域最为强大的氏族之一啊！怎么会呢，继兄？你先行前往，我等在四周布防。若是遇到危险，点燃此引信，我和水翼将立刻前去接应。事关重大，好好干。师尊，师尊，平安就好，安生歇息去吧。师尊，关于我私自闯入藏经阁这件事，我已经知错了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宁儿，日后无论如何，切不可违背宫规。师尊，纪宁进入藏经阁是为了追查当年的旧案。您当年能够及时救下我，想必对此事的前因后果一定有所了解，请求师尊就把当年的案件告诉我们吧。请师尊成全。你们此时的心情，为师何尝不能理解？时机未到，天机不可泄露啊！你二人一定要听为师的话，不可再追查此事，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。杀身之祸？所谓灭族，那就是赶尽杀绝。你二人乃是幸存下来的生者，若被杀戮之人察觉，后果可想而知。宁儿、薇儿，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可灭族之事从未停止过。等到时机一到，你们自然会知晓当年的真相。哎呀！上！
难道？大胆贼人，不要将他放走！你先行前往，我等在四周布防。若是遇到危险，点燃此引系，我和水翼将立刻前去接应。我那么信任你，为什么要欺骗我？为什么要欺骗我？技能！好烫啊！技能，技能，你醒醒，我是九连呢。技能，你醒了。秋叶，九连，我怎么在这儿？你昨天晚上受了重伤，晕倒了。谢谢你救了我。技能，你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？那妖兽
实在厉害，是我自不量力。此事你要帮我保密，我不想季宁为我担心。你还是先担心他吧。季宁又惹祸了？是我偷了长青师尊的令牌，怂恿季宁去做他想做的事情。于是他就违反了宫规，被关了禁闭。我就偷偷溜回了家，想拿父亲的灵丹妙药给他。结果父亲不仅不同意，还把我大骂了一顿，关起来了。我又没干坏事，他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于是我就从家里偷偷溜出来了。你疯了吗？季农，你怎么了？我求求你，别跟他在一起了，九莲。他不爱你，你干嘛？你不能和他在一起的。哎呀，季农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一直都拿你当哥哥看，我喜欢的人是季宁。季宁他根本就不喜欢你，你跟他在一起只会受到伤害。季农，我对季宁是一厢情愿，他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说过你半句坏话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呢？九莲，你别拉我！季农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没事吧？九莲，你干嘛呀？你听我说，你怎么才能明白我的心？我发誓此生绝对不能错过你，我会永远守在你身边。我怎么可能放手让你跟季宁在一起？我做不到。季农，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不是秋叶，而且我只把你当哥哥看，我心里喜欢的人是季宁。你为何如此执拗？还要我拒绝你多少次？季宁他从来就没喜欢过你，这样下去你只会受伤。你为什么这么执着？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，与你无关。怎么会与我无关？我喜欢你，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。你喜欢的明明就是秋叶，你只是把我当做他的替身罢了。你看清楚了，我是九莲，不是秋叶。等一下，我送你。你忘了你是逃出来的，你就不怕你爹再把你抓回去？我送你，让你保护你。哎，木头，季宁哥呢？九莲，你回来了？不是你拿个药怎么拿了那么久啊？我都担心死了。我跟你说，好了，你父亲已经飞信过来了，说你受伤了，你没事吧？啊？这事说来话长。哎，你怎么跟他在一起啊？那谁啊？哎呀，木头，我问你，季宁哥到底怎么样了？季宁哥呀，季宁哥挺好的。你还要回去吗？我当然要回去了。那个，等一下，九莲，你是不是逃出来的？怎么了？你父亲呢？现在正派人在学宫等着你，只要你一回去，他就给你抓走。看他这个阵势啊，不会善罢甘休。这怎么办啊？我如果不回学宫，我还能去哪儿啊？去我那儿吧。不行，我要回去看季宁哥。我终于明白，
为什么我小时候，师尊就从来不让我离开学宫半步？最可笑的是，我还去找对方寻仇，却不知我自己竟是被杀落的目标。余薇，有我在，你不用害怕。用时间换空间吧，走。你干嘛呀？放开我！我的心里住着一座城，你是城里的那一扇门，我们牵着脚注定的绳，穿过一眼又一瞬红尘，手上握着万千山河，也不及你一抹红唇。你的笑让星辰都触动，你锁眉把大地都惊动。我不想做什么英雄，只愿把魂绕在你手指中。我们总在为了争夺一次又一次错过，我们总是为了承诺一再被命运糊弄，凝视挂在天上的彩虹，抓不住却瞬间溜走，只愿为你，只能为你再来过。我们总在为了挣脱一次又一次错过，我们总是为了承诺一再被命运糊弄。明是挂在天上的彩虹，抓不住却瞬间溜走，只愿为你，只能为你